当你每天划开家族的聊天群，组里面突然看见从不买股票的远房亲戚竟然开始跟你大谈算力晶片与模型，你心里第一个闪过的念头是什么？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彻底陷入疯狂，还是觉得自己马上准备要发大财了？华尔街有一句流传100年的古老名言，那就是金融圈鼎鼎大名的擦鞋童理论。一般大众普遍且极度肤浅的认知是，当连接边帮人擦鞋底的贫穷小男孩都在跟你头头是道地分享股市名牌，就是市场即将全面崩盘的最高警报。但如果你对市场的理解只有这样，那你注定只能在底层永远当一颗韭菜。你真的以为崩盘只是一个随机巧合吗？你真的以为掌控全球命脉的资本巨头会把生死存亡交给一个擦鞋的小孩吗？今天我们就要撕开这层温情脉脉的伪装，带你潜入资本博弈最深邃的无底黑洞，看看这场名为流动性收割的血腥屠杀。最近这几个月的金融市场简直像个赌场，各种科技巨头的股票每天都在无脑狂飙，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红利被无限度放大，新闻媒体每天都在疲劳轰炸式地报道哪一个散户又因为买了哪一档妖股，一夜之间实现财务自由的荒谬神话。所以我们看见了一个极度荒谬的现象，菜市场的摊贩不再讨论白菜的劲或价格，他们讨论的是云端伺服器的散热模组。开计程车的司机不再跟你抱怨交通阻塞，他们转头跟你分析大型语言模型的参数。这就是标准的现代版擦鞋童狂热现象。传统财经专家会在电视上大声疾呼，警告你市场已经过热，必须要立刻撤退。他们拿出各种历史数据来试图警告你说，这场狂欢的尽头绝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大家都在讨论泡沫到底什么时候会破裂，甚至有人开始做空市场，想要大赚一笔。但这些看似理性的分析与群众恐慌情绪，其实都只是停留在最表层的物理现象。他们看见了水面上极度疯狂的泡沫，却完全没有察觉到水底下的暗流涌动。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高到上帝的俯瞰维度。华尔街的顶级投行与那些千亿规模基金，他们在会议室里真正在意的到底是什么？绝对不是那些散户自以为能看懂的技术线图，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只有流动性的极限。什么是资本市场里面最残酷的物理法则？那就是任何一长膀大的资产价格通膨都需要源源不绝的真实资金来填补空缺。当一档股票被推上了1万亿美元的恐怖市值，大资本如果要将手上的获利安全变现，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规模无比庞大的接盘侠。如果没有足够的买盘来承接这些天量筹码，那账面上的惊人财富就只是一堆无用废纸。所以擦鞋童的出现根本就不是什么崩盘警报，擦鞋童是资本巨头精心培育的终极收割武器。这是一场极度精密的心理控制与社会洗脑。大资本透过无孔不入的媒体与社群网络，把焦虑感与暴富神话深深植入大众的大脑。他们必须让那些原本绝对不碰股票的普通人产生一种错失恐惧的极端变态心理状态。当最后一个对市场毫无认知的边缘穷人都掏出他口袋里最后一张钞票买进股票时，这个市场的增量资金池就已经彻底嵌合了。这根本不是大众以为的狂热到达历史顶峰，而是这台财富转移机器的燃料已经消耗殆尽。资本巨鳄们在最高点冷酷无情地按下卖出键，庞大的卖压瞬间切断了市场生存的大动脉，没有任何新的资金能来支撑这个巨无霸市值。擦鞋童不是在提醒你泡沫即将要面临破裂，擦鞋童就是那个被用来填补黑洞的无知祭品，这才是擦鞋童理论背后最血淋淋的残酷真相。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科技巨头的真实财务处境，为什么这场 AI 造神运动会如此疯狂与失控？因为科技产业的底层运作逻辑已经发生巨变。过去的网络时代是靠写出软体就能获取暴利，但现在的军备竞赛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训练一个顶级模型需要好几万张昂贵的晶片，而要消耗掉能够点亮一整座城市的恐怖电力。这是一个完全以100亿美元为单位的吞金巨兽。科技巨头们的现金流虽然看起来非常庞大，但也绝对扛不住这种史诗级别的资本消耗战。他们必须把故事讲得无比宏大且极度动人，才能从资本市场里面抽钱每一滴的流动性。他们向全世界描绘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乌托邦，告诉你人工智能将会彻底改变全人类的命运。这种叙事不仅仅是为了推高自家公司的股价，更是为了绑架整个全球金融系统的资金走向。当所有的市场资金都疯狂涌入这个热门板块，其他传统产业的资金
就会被市场瞬间抽钱。这是一场零和游戏里面最极端的冷血绞杀战。当散户把养老金投入这个看似梦幻的泡沫时，他们天真的以为自己买到的是未来的入场券，但其实他们买到的只是科技巨头的研发账单，资本的运作逻辑从来不包含任何仁慈与同情，他们需要的只是足够宽广且顺畅的退出通道。当擦鞋童大军浩浩荡荡地冲进这个杀戮战场，就是这条退出通道被彻底铺平的完美时刻。大机构的演算法程式会在短短的毫秒之间把天量的岛或筹码塞给这些陷入狂热的散户，然后在雪崩发生的前1秒钟转身安然撤退。这场残酷博弈的终极推演到底会走向哪里？当流动性的潮水以极快速度无情退去之后，我们将会看见一场史无前例的惨烈资本踩踏。首先倒下的绝对是那些疯狂开高杠杆的散户，他们在最高点界前买入了极度昂贵的梦想，只要股价回荡20%，就会面临断头惨剧。接下来是那些完全没有核心技术的空壳公司，他们靠包装华丽概念骗取了庞大的市场资金，一旦潮水退去，他们连发出薪水都会面临困难，而真正的终极赢家永远躲在幕后，冷冷的观望。那些掌控了底层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的寡头，他们早就把所有风险转嫁给了整个资本市场，他们用散户的存款完成了最艰难的技术跨越，就算股价腰斩，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个数字游戏，因为产业的绝对统治霸权已经牢牢握在手里，过程将会引发一系列极为恐怖的骨牌效应，散户财富的瞬间蒸发会直接冲击实体的消费。当没有人买得起最新款手机与昂贵的电动车，依赖出口的代工供应链就会面临断裂危机。一场原本只在金融市场内部的流动性枯竭，将会像致命病毒一样蔓延到实体经济的角落。擦鞋童不仅会输掉自己辛苦存下的微薄积蓄，他们甚至极有可能在未来的经济衰退中失业。这就是资本游戏中最冷酷无情的降维打击，把你的劳动力转换成他们急需的市场流动性，然后榨钱最后一点，利用价值后将你彻底抛弃。你或许会问，难道各国的监管机构不会介入吗？这是另一个更让人感到极度绝望的认知盲区。在国家战略层级的最高指导原则考量里面，科技霸权的争夺战早就已经超越了金融稳定。为了在未来的新工业革命之中取得绝对优势，某些适度的市场泡沫其实是完全被高层默许，因为只有疯狂的泡沫才能聚集最庞大的资源，去强行砸开那扇通往未知技术领域的大门。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基础设施狂热建设周期，从铁路大开发到光纤网络的全球性疯狂铺设，最终都经历了极度惨烈血腥的泡沫破裂过程。无数的投资人倾家荡产，在里面变得血本无归，留下来的铁轨与光纤成就了后来的庞大帝国。如今的算力竞赛也遵循完全相同的底层逻辑。时代的巨轮需要无数血肉之躯填平深渊壕沟，而那些盲目跟风的擦鞋童就是最廉价的耗材。我们不能用世俗道德标准来衡量资本的残酷。物理世界的铁则就是质量与能量的绝对守恒。有人在顶端获得了富可敌国的庞大惊人财富，底层就必须有人付出终生的劳动汗水来买单。当你彻底理解这套血淋淋的残酷资本逻辑后，你再回头看看群组里热烈讨论股票的长辈们，你会发现他们脸上兴奋而无比贪婪的笑容，其实是一种被命运完全操控的可悲与无知。我们无法改变这台庞大机器的残酷运作方式，但我们至少能选择不要成为那个待宰的祭品。在金融市场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黑暗森林里，保持极度的冷静与克制是你唯一的保命符。不要被那些华丽的科技造神叙事给彻底蒙蔽，永远要试图寻找资金流动的最真实隐秘轨迹。当所有人都在贪婪地拥抱这场狂热泡沫时，你必须学会站在悬崖的边缘冷眼旁观这一切。现在请你诚实地问自己一个最残酷的问题，在这场史诗级的流动性财富转移大屠杀之中，你到底是一位自己能掌控一切局势的猎人，还是那个正在为巨头擦鞋却浑然不知的孩童？如果你喜欢这场深度拆解资本逻辑的分析，请务必在下方留言，去留下你最真实的看法。也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并分享给你的好朋友。我们下次将会继续为你揭开更多的商业真相。